班超是如何仅凭36个人就平定西域的？刘庄驾崩后，对西域的战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班超36人平西域及刘庄驾崩。公元57年，刘秀驾崩，30岁的太子刘庄继位，他为正科察，严禁外戚干政，同时还解决了积患已久的黄河水患，使社会安定，生产力大增。公元73年，他派窦固率领大军去攻打北匈奴，班超也以假司马的身份随军出征。班超是扶风平陵人，即今天的陕西咸阳人。他的父亲班彪之前做过县令，后来因病免官，开始从事史学著述。班彪有3个孩子，长子班固、幼子班超以及女儿班昭。班固受他父亲的影响，从小就对史籍比较感兴趣。16岁那年，他进入了洛阳的太学学习。之后，由于班彪去世，一家人的生计难以维系，他只好从洛阳返回了平陵老家。公元62年，30岁的他开始撰写《汉书》，然而却被人告发，关进了牢房，罪名是私修国史。班超得知后，只身一人前往洛阳，替哥哥申冤。汉明帝刘庄得知后，阅读了班固的书稿，被他的才华所打动，立即下令释放班固，并拜他为兰台令史，掌管和校订皇家的书籍。至此，班固终于在洛阳有了落脚之处，将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也一起带到了洛阳。有一次，刘庄想起了为哥哥申冤的班超，觉得他非常有勇气，也很有辩才，于是就将班超也拜为兰台令史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班超却因为工作的过失而被免职。免职后的他结识了窦固，于是窦固便带着他一起出征北匈奴。他们率军来到了西域，随后便开始进攻伊吾，即今天的新疆哈密西，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。蒲类海即今天新疆的巴里坤湖。在此期间，班超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，深得窦固的赏识，于是窦固就派他和郭循出使西域。此时的西域诸国，自从王莽篡汉后，就彻底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管辖，投靠了北匈奴。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和物力后，实力大增，屡次进犯河西4郡等地，使边塞的百姓苦不堪言。所以他们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考察西域的情况，找机会说服西域诸国再次回归汉朝。随后，班超和郭循等36人的使团顺利地来到了西域的鄯善国，鄯善王对班超等人礼遇有加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鄯善王就突然变得冷淡了起来。班超敏锐地意识到，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。他召来鄯善国负责接待他们的使者，诈唬他说：“我已经知道北匈奴使者到来的情况了，你就告诉我他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。”使者在仓促间一时无法应对，只好如实作答。随后，班超就将使者关押起来，以防消息泄露。接着，他就召集部下们过来喝酒。喝到酒醉的时候，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说：“北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，鄯善王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绑了送给匈奴人。大家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众人听后都很惊愕，顿时都没了主意，齐声说道：“一切听你安排。”于是班超便告诉众人，不如我们趁夜进攻北匈奴的使者，将他们通通干掉。众人一致表示同意，但是不是应该和郭循商量一下？班超却说，郭循是个文官，他知道后一定会非常害怕，弄不好就会暴露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就不必告诉他了吧。到了夜晚，天上刮起了大风，班超安排20余人埋伏在北匈奴驻地的两侧，剩下的10个人拿着战鼓埋藏在驻地的后方，给他们的任务是，只要看见火势就猛敲战鼓，并且大声的呐喊。随即他顺风点火，火焰瞬间就冲进了北匈奴使者的驻地。驻地后面的10个人看见火势后，战鼓雷动，喊杀声四起。北匈奴的使者在睡梦中被惊醒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只能到处逃窜。班超则率众杀敌，亲手斩杀了3人，部下也斩杀了30多人，其余的则全都葬身于火海了。战斗结束后，他们返回驻地。郭循得知了他们的行动后，起先是害怕，紧接着便是嫉妒。班超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连忙告诉他：“你虽然没有参加行动，但功劳不会少了你的。”郭循这才露出了喜色。第二天清晨，
班超邀请鄯善王前来参观匈奴使者的首级，鄯善王看过后大惊失色，立即表示愿意归附汉朝，并将自己的王子送到洛阳去当人质。随后，班超便率领众人从鄯善国返回了窦固的军营。窦固得知后非常高兴，立即给刘庄上书，建议让班超继续出使西域。刘庄也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，任命他为军司马，正式代表朝廷去说服西域归汉。离行前，窦固要给班超再增调些人马，但被班超拒绝。他说：“我只要上次的36个人就足够了，现在情况不明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人多了反而是累赘。”于是班超等36人再次向西域进发。不久后，他们就到达了于田国，即今天的新疆和田市。此时的于田王刚刚攻破了莎车国，成为了西域南道上的强国。北匈奴也派遣使者驻扎在于田，掌握着于田国的大权。所以班超到达后，于田王对他的态度颇为冷淡。之后，巫师告诉于田王，现在天神已经发怒了，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汉使那匹黑嘴黄毛的好马献祭给天神。于是于田王就派宰相前来向班超讨要那匹宝马。班超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需要巫师亲自过来把马牵走。没多久，巫师过来准备牵马，然而他刚想走，班超一刀便结果了他的性命，然后还把于田的宰相痛打了数百皮鞭才放走。于田王这才慌了，当即下令斩杀了北匈奴的使者，表示愿意归附汉朝。西域诸国闻听后也纷纷答应归附汉朝，将自己的王子送往洛阳去当人质。至此，西域与汉朝中断了65年的关系终于得以恢复。可西域诸国并不是铁板一块，尤其是以龟兹为首的诸多小国依然顽固不化。他们不但不愿意归附汉朝，还倚仗着匈奴的势力，派兵去攻打疏勒国。杀死了疏勒王之后，派了一个名叫兜提的龟兹人去做疏勒的国王，驻扎在盘陀城。公元74年，班超等人从小道前往疏勒国，在距离盘陀城90里的地方，派田律去招降兜提。他告诉田律，兜提并不是疏勒人，所以疏勒国的士兵一定不会为他效命。如果他不肯投降，你就直接将他给我绑来。于是田律只身一人前往盘陀城去劝降兜提。兜提见田律只身而来，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投降更是无稽之谈。田律见劝降无望，突然之间上前劫持了兜提。兜提压根就想不到，田律只身一人竟然敢在自己的地盘上劫持自己。兜提被劫持后，疏勒国的士兵果然不出班超所料，并没有拼死相救。于是田律便带着兜提快马加鞭回到了班超的驻地。随后班超便来到了盘陀城，将疏勒国的文武官员全都召集过来，宣布将之前被龟兹国杀掉的疏勒王的侄子立为国王。疏勒人非常高兴。新的疏勒王建议斩杀兜提，但班超却说杀了他也无济于事，应该让龟兹国感知我大汉的恩威。于是便释放了兜提，疏勒国便归附了汉朝。公元75年，汉明帝刘庄驾崩，享年48岁。死后他被葬于显节陵，即今天河南省偃师区寇店镇的李家村西南。之后他19岁的儿子刘达继位，即汉章帝。在此期间，燕齐国趁汉朝大丧之际，围攻了西域都护的陈穆，并将其杀害。龟兹和姑墨等国见状，也屡屡发兵去攻打疏勒国。于是班超只能在盘陀城据守，与疏勒王互为犄角，艰难地应对着各国的攻击。就这样，他们竟然坚持了1年多。公元76年，刘达认为西域都护已死，只剩下班超独处边陲，恐难以支撑，于是便下诏让班超返回洛阳，准备放弃西域。班超接到诏书后，虽然无奈，但也只能奉旨而返。当疏勒国得知班超要走的消息后，举国上下尤为惊恐。都尉李严表示，班超一旦离开，疏勒国必定再次被龟兹所灭，他实在不忍看到，随即拔刀自刎而死。班超痛苦地离开疏勒国，率众前往洛阳。当走到于田国的时候，于田王及其百姓都放声大哭。他们说，我们依靠汉使，就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，你们千万不能离我们而去啊！很多人甚至抱住了班超的马腿，苦苦地挽留。
这让班超的内心备受煎熬。从他自己的内心来讲，他也实在不愿意离开，但是圣旨难违啊。经过许久的内心挣扎后，班超竟然选择了抗旨，决定继续留在西域，率众又返回了疏勒国。那么班超接下来还会经历哪些困难？西域能否被平定呢？我们上期讲到，西域都护被杀后，汉章帝刘达下诏让班超也返回洛阳。班超遵照旨意从疏勒出发，可当他走到于田的时候，于田王及其百姓苦苦哀求，班超思虑再三之下，竟然选择抗旨不遵，再次返回了疏勒。那么班超的这个决定会对西域产生什么影响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班超平定西域的过程及甘英出使罗马。公元76年，班超离开疏勒走到于田，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，疏勒的2座城池就归降了龟兹，并且与芋头联合起来，意图叛乱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班超竟然回来了。很快，班超就将反叛的首领逮捕，接着打败了芋头国，斩杀了600多人，疏勒国再次安定了下来。公元78年，班超从西域各国征召了1万多人，攻破姑墨，斩杀了700多人，龟兹彻底被孤立了。公元80年，班超给汉章帝上书，提出了平定西域的战略主张。他表示，现在居弥、莎车、疏勒等国都愿意归顺汉朝，只有燕齐和龟兹2国不肯归附。其实，莎车和疏勒2国的田地肥广，草茂处繁，朝廷只要在这里驻军，粮食就可以自给自足，不会耗费朝廷的财力和物力。只求朝廷能给臣正式任命，臣愿意誓死平定西域。万一要是成功了，臣也死而无憾了。刘达收到班超的奏章后非常满意，立即任命徐干为代理司马，率领1000人前去增援班超。然而莎车这个墙头草认为，没有汉朝支持，班超是斗不过龟兹的，于是便投降了龟兹。随后，疏勒的新都尉藩臣也跟着反叛了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汉朝派徐干带着1000人马已经赶到了。随后，徐干和班超合兵攻击藩臣，藩臣则兵败后被杀，疏勒的叛乱再次被平息。接着，班超便准备进军龟兹。为了增加胜算，他给刘达上书，请求以朝廷的名义派使者去招抚乌孙，希望能得到乌孙的支援。刘达立即派李毅出使乌孙，可当李毅走到于田的时候，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，被吓得不敢前行。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，他给刘达上书说，平定西域是劳而无功的行为，更何况西域的情况并不像班超所说的那么乐观。他在西域拥抱着爱妻，疼爱着幼子，因为享受安乐才不想返回洛阳的。班超听到这个消息后悲叹不已，只能痛苦地决定让妻子离开自己。很快，刘达就收到了李毅的奏书，看过之后，他立即下诏痛骂李毅，让他少啰嗦，立即去找班超报道。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听班超调遣，至于你是留在西域还是返回洛阳，也由班超决定。这下李毅彻底傻眼了，只能忐忑不安地来见班超。班超也没为难他，只是让他带着乌孙的王子返回洛阳去吧。李毅走后，徐干问班超，李毅如此毁谤你，你怎么不按照陛下的旨意把他留下来呢？班超说，我如果只是为了泄私愤，图快意，把他留下来折磨他，那我还算是忠臣吗？公元84年，刘达又任命何公为代理司马，率领800人去增援班超。接下来，班超便准备征调疏勒和于田的兵马进攻莎车。莎车王听闻后，立即派人用重礼去贿赂疏勒王和康居王。结果疏勒王叛乱，占据了乌吉城。班超立即又新立了一个疏勒王，调集兵力准备进攻乌吉城。然而正在这时，康居国却派出精兵去帮助老的疏勒王，致使班超久攻不下。当时大越之人已经建立了贵霜帝国，并与康居和亲，于是班超便派人给越之王送上厚礼，让他去劝说康居王罢兵。康居王给越之王面子，不仅答应撤军，还把老疏勒王也给带走了，于是乌鸡城被收复。随后，越之王派遣使者给班超送来厚礼，表示想迎娶汉朝的公主为妻，两国和亲。然而却被班超给拒绝了。从此，越之王就对班超怀恨在心。康居王得知班超竟然不给越之王面子，
于是再次站在了班超的对立面，给老疏勒王借了一些兵马，让他据守损中，与龟兹达成密谋，然后派人向班超诈降。可他的这点伎俩被班超一眼就给看穿了，于是班超将计就计，答应了他投降。老疏勒王大喜，轻装简从来见班超。班超为他举办了盛大的酒宴，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班超突然下令斩杀了老疏勒王，他的部众也被击败。公元87年，班超征调于田等属国的士兵2万多人，准备再次攻打莎车。龟兹王得知后，立即联合了温宿以及姑墨和芋头等国，合兵5万来救援莎车。得知消息后，班超召集将领们前来商议。他说：“现在的情况是敌强我弱，一旦开战，我们的胜算不大，不如都各自散去吧。”于田的将士们向东撤回，剩下的跟着我往西撤。到了夜半时分，大家听到鼓声后，便各自出发。随后，他又安排人故意放松对龟兹国俘虏的看管，让他们也各自逃散吧。俘虏们逃回去之后，立即将班超的安排告诉了龟兹王。龟兹王大喜，决定派温宿王率领8000人去东边阻击于田王，他自己则亲率1万骑兵在西边截杀班超。然而到了鸡鸣时分，班超却命令所有大军立即出发，兵锋直指莎车王的大本营。原来班超跟他们玩的是调虎离山之计。龟兹王还是不够了解班超，当年他带着36个人都敢斩杀匈奴使者，逼着国王投降，现在他有2万人，怎么可能逃跑呢？他更没想到的是，班超不但不会逃跑，还准备主动出击去攻打他的大本营。然而他的大本营根本就没有设防。面对班超的2万大军，大本营的将士们只能逃亡，班超则率军追击，不但斩杀了5000多人，还缴获了大量的马匹、辎重以及财物。龟兹王这才发现上当了，可此时没有了粮草辎重，也只能率众而返了。莎车王没了靠山，也只好投降。此战过后，班超再次威震西域。公元88年，汉章帝刘达驾崩，享年33岁。他死后被葬于晋陵，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寇店镇郭家岭村西南。随后，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继位，即汉和帝。公元90年，大月支的父王率兵7万越过葱岭来攻打班超。面对远超于自己几倍的兵力，班超的将士们异常的惶恐。然而班超却说，月支的兵力虽然多，但他们是跋涉千里，翻越葱岭而来，他们的粮草运输极为不便。只要我们收好粮食，坚守不出，用不了几10天，他们就会因为缺粮而撤退。因此，面对大月支的数次进攻，班超都是据城而守，就是不出城跟他们交战。他们想抢掠粮草，却发现粮草都在城里，攻不下城池，就抢不到粮草。时间拖得越久，月支的7万大军就越是进退两难。过了一段时，班超觉得他们的粮草应该差不多要耗尽了。此时，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派人向龟兹求救。于是，班超派出几百名士兵提前埋伏在半路。果然，月支的使者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前往龟兹求援。走到半路，班超的伏兵从路边跃出，斩杀了使者后，还将首级送给月支的父王。这下，月支的父王才意识到他遇到猛人了。7万大军如果再不撤退，恐怕要全军覆没了。于是他只好派出使者向班超请罪，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。班超也不和他计较，让他们放心的走吧。从此，月支再也不敢出兵西域，每年都向汉王朝进贡。公元91年，龟兹、姑墨、温宿等国也投降了。刘肇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，徐干为长史，驻扎在龟兹国的他前城。此时，西域就只剩了燕齐、威薛和玉离3国。他们之所以不投降，是因为之前他们杀害过西域都护陈穆，心怀恐惧而不敢投降。公元94年，班超征调了龟兹和鄯善等8个属国的7万人，向3国发起进攻，3国被迫投降。至此，西域的50多个国家全部归附汉朝。汉和帝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，封他为定远侯，10亿千户。而西域诸国更是称班超为西域的万王之王。至此，放眼整个西域，再也没有了班超的对手。接着，他便把目光放在了西方的罗马帝国。
公元97年，他派甘英出使罗马，准备与罗马帝国建立联系。甘英率领使团从龟兹出发，他沿着之前张骞走过的路线，翻越葱岭，进入了大渊，然后从月支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来到了安息帝国，再经过阿蛮、斯宾、于罗等地，到达了地中海沿岸。然而，当他们走到这里时，因为受到了安息帝国的阻挠，没有能够渡海到达罗马帝国。迫不得已，甘英只能向北而行，然后再转向东，走了60多天，去到目录和吐火罗，最终又返回了西域。此次出使虽然没有到达罗马，但拓展了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。从此之后，丝绸之路将一直延伸到了地中海，进一步加强了中原王朝与中亚和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联系。甘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到达地中海的中国人。公元102年，安息帝国要派遣使者给汉朝祭献鸵鸟和狮子，班超便派遣儿子班勇跟随前往洛阳。公元100年，年老的班超思念故土，上书汉和帝，请求返回洛阳。妹妹班昭也上书给二哥求情，于是汉和帝下诏同意班超回朝。公元102年8月，在西域坚守了31年的班超终于回到了洛阳，汉和帝任命他为摄生校尉。同年9月，班超在洛阳病逝，享年71岁。至此，班超结束了他光辉灿烂的传奇人生。他为大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功臣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